当地时间11号，中伊俄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拉开帷幕。当天上午，中方参演舰艇抵达伊朗恰巴哈尔附近海域，与伊朗、俄罗斯海军参演舰艇完成兵力集结。那么，此次演习位于阿曼湾附近，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尽管此次演习为三国年度例行计划的正常安排，但当前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局势升温，也让此次联演备受关注。根据年度计划及三方达成的共识，中国、伊朗、俄罗斯于3月11号至15号举行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演习由伊朗海军主办，三方共派出10余艘各型舰船参加。联演以反海盗、搜救为主要内容，共分港岸对接、海上演习、总结闭幕3个阶段。11号下午，伊方组织召开联演计划协同会，三方参演官兵代表对接了相关科目具体实施细节。随后，伊海军向各参演兵力发布作战命令。这次联演有助于加强中伊俄海军之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中方参演兵力为第45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就在本月4号，海军第45、46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标志着第45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护航任务。护航期间，第45批护航编队顺利完成43批72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为14艘过航商船提供安全监护。乌鲁木齐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该舰是海军首艘以新疆城市命名的军舰。2018年年初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7000余吨，具有较强的对海、对空、对岸、反潜等作战能力，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海上巡逻、警戒、护航、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该舰曾参与2022年的中伊俄三方海上联演。临沂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该舰2012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具有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综合作战能力。东平湖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5年12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该舰可进行横向、纵向等多种形式的补给，具有适配性强、补给速度快、保障效率高等特点。伊方参演兵力为阿尔伯兹号护卫舰、贾马兰号护卫舰等10余艘舰船，俄方参演兵力为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大型反潜舰。值得一提的是，瓦良格号是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旗舰，排水量过万吨，而去年俄方参演的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从演习的它的规模上，从兵力的配置上，实际上是比去年呢是大幅提高了。这也凸显出呢，其实现在三方呢都希望把这个海上演习呢去常态化，去逐步的延续下去。演习的科目呢，其实大概的保持就打击这个海盗呀，打击海上走私呀，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啊。这也跟这个演习举办地就是阿曼湾它自身的一个特性是密切相关的。此次举行中伊俄联演的阿曼湾位于阿拉伯海的西北海湾，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之间，东西长约560公里，最宽处360公里，东接阿拉伯海，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相连。两湾周边都是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阿曼湾因而成为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也是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因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危机持续，也门胡塞武装以美国为首的护航联盟的相互军事行动对这一区域的海上安全带来严重影响。据统计，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对红海航线发起至少60次袭击，美英则以空袭震慑。就在当地时间11号，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其他西部沿海地区遭到至少17次美英联军的空袭。而这种冲突也有进一步扩大到阿曼湾的迹象。欧盟上月就宣布启动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以维护其商业和安全利益。该行动将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以及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国际水域进行。
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伊俄此次联演实际上与当前红海局势关联并不大，实际上反映的是三国与阿曼湾这一国际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利益攸关。首先，伊朗是本地区国家和重要的能源输出国，是阿曼湾安全的直接关联方。其次，俄罗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越来越倚重跨里海通向伊朗的南北走廊，而且此次演习主要依托的伊朗恰巴哈尔港就是这一通道走廊在印度洋的重要出海口，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而对中国来说，不仅波斯湾经阿曼湾再通向印度洋一直是重要的能源生命线，而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位于阿曼湾北方出口，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伊俄三国同为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成员，理念相近，利益相关，所以举行安全纽带联演可谓水到渠成。所以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呢，中俄伊三方呢去维护这个阿曼湾的海上的经济安全，去保护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上个月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透露此次中伊俄联演，西方舆论就不断对此做出一些无端猜测，宣称三国海军的互动表明在当今条件下，中俄对伊朗的支持。美国《华盛顿时报》当时报道称，在美国发起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1天后，伊朗宣布将与中俄进行海军联演。伊朗与胡塞武装有着长期的军事和外交关系。《印度时报》声称，三国准备进行一场令人生畏的海上联合演习，这标志着在西亚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但实际上，中俄伊海上联演始于2019年、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举行，并于2023年被正式定名为安全纽带，而且所有4次联演均在阿曼湾举行，显示该演习已经实现常态化，是三国之间的正常军事合作活动，不针对第三方。俄卫星通讯社当时曾援引俄罗斯著名军事问题专家瓦西里卡申的话称，显然加强三国海军的协调行动正成为定期演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引人关注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在介绍此次演习时表示，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曼、印度和南非海军将派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康杰分析，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曼都是阿曼湾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相关海上通道安全与其利益攸关。而南非与中伊俄三国同为金砖国家成员，这些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演都在情理之中。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作为2个内陆国家参演，则是因为他们与俄罗斯到伊朗的跨里海的南北运输走廊密切相关。康杰认为，这些迹象也预示着安全纽带系列演习不仅会常态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多边化，共同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凸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海洋所带来的安全和发展的这个利益呢，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阵营的国家，应该去垄断的，而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些沿岸的国家，从这个海洋的经济活动中啊，从这个海洋的这些权益当中啊，去共同享有的。这也是我们体现出我们和这些美西方他们现在所秉持的一种霸权的一种阵营对抗的这样的理念的一些根本的不同。对于俄中伊三国即将在阿曼湾附近海域举行安全纽带2024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时，您又怎么看？我注意到，由于眼下正是以色列与哈马斯打得如火如荼，以及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异常紧绷的时候，因此中俄伊三国在这个节骨眼上举行的海上联合军演，自然会让外界产生诸多的猜测与联想。而在我个人看来，这其实就是一次例行性的海上联演，外界完全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联想与过度的解读。首先，它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朝着军事结盟的方向发展。即使眼下正陷于俄乌战事困境中的俄罗斯有这样的意愿，我相信伊朗也不会将自己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则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次，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要联手对抗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更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在中东地区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虽然巴以冲突的扩大化，尤其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对正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起到围魏救赵的解围作用，但是清楚知道自身实力有限的伊朗，
并不会真正去捅美国这个马蜂窝，而是会谨守不直接军事介入巴以冲突，尤其是不跟美国开战的红线。除此之外，虽然中俄伊三国这次演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海上经济活动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直接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红海护航行动，更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因为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外界心知肚明的。